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图书馆对话。你有没有在图书馆遇到过这种情况？你说的是那个很安静的地方吗？对，想说话又怕打扰到别人。我懂，声音太小，别人听不清。想象一下，你急着找一本书，然后需要问工作人员在哪里。是的，但你只能小声地问。哇，这真的很有挑战性呢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图书馆对话。这里的对话可不是随便聊天的。是啊，要安静，又要表达清楚。我上次就遇到了一个有趣的事。哦，快说说看，什么事情？有个人用气音问我借笔。气音，那听起来一定很特别。我根本听不清他在说什么。哈哈哈，是不是像在演哑剧？有点像，我只好凑进去听。这样真的挺让人尴尬的。对啊，我们俩都红了脸。所以，图书馆的交流有技巧。是的，不能太大声，也不能太小。比如，请问这本书在哪儿？声音要适中，语速要慢一点。眼神交流也很重要，表示礼貌。对，轻轻点头，不要吓到别人。如果要问朋友，更要小心翼翼。我会先写个纸条给他看。哈哈，这个方法很有意思啊。或者用手势表示安静点。有些人会在手机上打字给我看。这也是一个好主意，很方便。所以，沟通方式也很多样化。主要还是尊重图书馆的氛围。这里的文化就是保持安静。这是对大家学习的尊重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轻声咳嗽。然后呢？是不是引起注意了？是的，旁边的人看了我一眼。看来在图书馆要非常注意。连呼吸都感觉要轻轻的。哈哈哈，你夸张了吧？不，真的有这种感觉。看来图书馆对话学问真不少。的确，需要我们细心体会。下次去图书馆，我也会多注意。小心你的气音和轻声咳嗽。你也是，不要再吓到别人了。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希望大家都有愉快的阅读时光。当然了，这是最理想的状态。是啊，所以图书馆气氛很重要。不仅仅是安静，还有一种默契。没错，大家都在无声地交流着。比如眼神或者轻微点头示意。我有过一次遇到一个老先生。哦，他做了什么特别的事吗？他只是对我微微一笑，很温暖。哇，这种无声的交流很特别。是啊，比语言更有力量的感觉。这跟我们文化中的含蓄很像。对，不把话说明白，也能理解。许多情感通过细微动作表达。这种沟通方式真的很有意思。让人觉得很有人情味，很舒服。下次我会更注意这些细节。我想到一个更实际的例子呢。别告诉我又是你打喷嚏的经历。
哈哈哈，不是笔尖敲击桌面。哎呀，那种小声音确实恼人。我旁边的人一直无意识地敲。真的吗？那感觉要崩溃了吧？我只好假装去接一个电话走了。哈哈哈，你真是一个戏精啊！那没办法，直接说又怕尴尬。在公共场合处理真不容易。你觉得这种情况下，大家通常？我觉得可以写字条或轻声提醒。还是得看具体情况来判断是吧？没错，懂得察言观色非常重要。察言观色就是我们情商的表现。是的，中国人很看重这个。尤其是避免让别人感到不舒服。我特别认同你这个看法。哎，说到公共场合的静，你是不是又想到什么地方了？有些旧书店那种静更深沉。哦，跟图书馆的安静不一样吗？它的安静里藏着很多故事。哇，听起来很神秘，很有趣。是啊，那种历史的沉淀感更强。感觉像是穿越回了过去一样。对，那是另一种阅读的氛围。我突然好想去体验一下看看。但那里也有特别的规矩哦。哇，难道比图书馆还要复杂？哈哈哈，可能需要更多心领神会。好奇心都被你勾起来了，快说。留到下次我们再好好聊聊吧。啊，你又卖关子，我等着呢。啊，你又卖关子，我等着呢。哈哈哈，别急嘛，这规矩很有趣。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啊？快说说看。首先，旧书店里不太说话。啊，那不是跟图书馆很像吗？不一样，那里是心照不宣的。心照不宣，是不用提醒的意思。对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默契感。哇，这比图书馆更深奥啊，感觉。曾经有次，我差点大声讲电话呢。结果呢？有没有被教育？旁边的老先生只是微微看我一眼。哈，一个眼神就让你明白了是吧？是啊，那种无声的力量很强大呢。这种不言而喻真有意思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含蓄美吧。还有呢？除了安静，还有啥？还有就是对旧物的尊重和爱惜。哦，不能随便翻动或者折页吗？不只是这个，你觉得这种安静里藏着什么呢？藏着旧书的故事和灵魂吧。没错，还有时光流逝的痕迹。听你这么说，我更想去了呢。那里很多书都带着老读者的批注。哇，那就是历史的彩蛋啊！对，能感受到前人的阅读温度。感觉像是和古人对话一样奇妙。这就是文化传承的一种体现。这种体验图书馆给不了。很多老店主都有自己的淘书哲学。淘书哲学，像寻宝一样吗？差不多，他们很懂慧眼识珠。哈哈，眼光独到才能找到好书。有些书只有行家才看得出价值。哎呀，听起来好专业的感觉。还有，不能讨价还价，这是规矩。真的吗？
为什么不能讲价啊？他们觉得旧书的价值不是用钱衡量。哇，这是一种对知识的敬意吗？可以这么说，也是对历史的尊重。感觉每个旧书店都有自己的脾气。确实，有些老板还会考考你呢。考我？考我懂不懂书吗？比如问你洛阳纸贵的典故。哇塞，这可太有挑战性了。对，看你是不是真的爱书之人。那我要是答不上来怎么办啊？哈哈哈，那估计就很难结缘了。哎呀，这比面试还紧张呢。体验这种文化，可不只是看看书那么简单。是啊，感觉像一场寻宝之旅。而且，书店本身就是个故事。故事？你遇到过什么趣事吗？我有个朋友，他去了。哦，然后发生了什么呢？他想买一本老版诗集。哇，听起来就很特别。老板问他最爱哪句诗。哈哈哈，这也能考啊？对，看他是否真心喜欢。那他当时是怎么回答的？他背了一首古诗，老板笑了。所以他就顺利买到了。是的，还得到了一个赠品。赠品？是书签还是什么？是老板亲手写的祝福语。哇，这太有人情味儿了。这种以文会友很常见。对，感觉很像送春联呢。文人之间雅趣相投嘛。但如果不懂这些，多尴尬啊！别担心，真诚更重要。真诚具体应该怎么体现？多问问题，认真聆听。那你在这种场合会问什么？我会问书的来历或故事。就像物尽其用的道理。对，每件东西都有它的历史。我发现老物件都有灵魂。中国人很讲究这个气韵。气韵，怎么才能感受到呢？需要用心去体会，去沉淀。说到沉淀，我想到一个事。哦，是什么有趣的事情？有次我想找本旧字典。然后呢？有特别的吗？老板不让我翻阅太久。是怕磨损，也是对书的爱护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很有趣。这种细节体现的是修养。很多规矩，初次去真的不懂。我觉得保持谦逊很重要。就像在学习一种生活方式。这不仅仅是买卖，是交流。这种交流比书本身更有价值。对，不过还有更深层次的。更深层次的是什么？有些地方还得看你缘分。缘分？这怎么说呢？下次我们再好好聊聊这种缘分吧。下次我们再好好聊聊这种缘分吧。缘分听起来很神秘呢。是啊，不只是人与人之间。难道书和人也有缘分？当然有，有时候是巧遇。巧遇？就像寻宝一样吗？有点像，比如在旧书店。我有次翻到一本老地图。哇，那感觉一定很惊喜。
是啊，感觉他一直在等我。这就是一种特别的缘分。我发现里面藏着一张旧照片。真的吗？照片里是什么？是2位老人，面带微笑。哇，这故事感就出来了。我当时觉得很感动，很奇妙。对，书不仅仅是文字载体，它承载着很多人的记忆。就像中文里的物是人非。场景依旧，人却不在。那本地图你最后买了没？当然买了，我觉得很有意义。这背后很有趣，你觉得呢？你是指买旧书的心情吗？是啊，大家会为故事买单吗？我觉得很多人会的，有共鸣。毕竟每个人都渴望故事。尤其是有温度的真实故事。对，那比新书更有味道。旧书的味道是时间的沉淀，就像茶，越陈越香浓回甘。这也是一种慢生活哲学。对，慢下来才能感受细节。比如古代文人写字画画，他们讲究意境，更重过程。不追求速度，只求心境。这和现代阅读很不一样。现在很多人追求信息量，却忽略了字里行间的留白。留白在国画中也很常见，它给人想象的空间和余味。是啊，这是一种东方智慧。没错，也是一种人生境界。那你平时会把旧书分享吗？我会送给懂它的人。这也是一种特殊的书缘吧。对，找到合适的下一个读者。但万一对方并不珍惜呢？哎呀，这可就是个难题了。要不要追问一下？哈哈。这个问题嘛，下次我们再深入。哈哈，这真的很难说清。是啊，送书也是一种缘分。对，希望能找到好归宿。就像嫁女儿一样操心啊。哈哈哈，比喻很形象呢。因为书也有它的生命吧。是的，文字承载着记忆，和读者的情感联系很深，所以才特别舍不得放手。但有时候放手是为了新生，让更多人感受书的魅力。没错，这才是它的价值。比如那些老图书馆藏书，他们经历了多少双手啊！记载了不同时代的痕迹，每一页都有故事和气息。闻起来特别有味道。是一种沉淀了的芬芳吧。好像能闻到时间的声音。哈哈，小美想象力真丰富。只是觉得很有共鸣罢了。这种感觉，网络阅读没有。屏幕总觉得少了一点温度。对，纸质书更有触感呢。是啊，指尖摩擦的沙沙声。连翻页都带着一种仪式感，让阅读变得更加专注沉浸。或许这就是纸质书的魅力。是它永远不会被取代吧？相信未来也会一直存在。那么，图书馆的意义呢？它就像是知识的宝库呀，也是文化的传承之地呢。为人们提供学习的空间。静谧又充满智慧的气氛。
下次我们一起去看看。好啊，我很期待图书馆之旅。今天的分享真的很有趣。没想到一本书能聊这么久。从旧书聊到图书馆的温度。对啊，感受到了文字的魅力。那么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你呢？你有没有特别想分享的书？或者一本珍藏很久的书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。分享你们与书的独特故事。下次我们一起聊聊口头文学，那些流传下来的民间智慧。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